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学习德语中的反身动词。对母语是汉语的德语学习者来说，这部分内容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因为汉语中并没有反身这个概念。不过别担心，今天的视频将帮助你搞清楚反身动词的构成、意义及其种类。什么是反身动词？先看下面的句子。Soll ich dich an den Termin erinnern? Nein, danke. Ich erinnere mich an den Termin. 在第一个句子中的 erinnern 意思是提醒某人，需要我提醒你这个约会吗？第二句中的 erinnern 则是我自己记得。在字典中，第二个动词被写成 sich erinnern， 这就是反身动词。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同一个动词怎么既是反身，又可以不是反身动词呢？不用急，今天的视频就帮你解开这个谜团。反身动词由动词和反身代词构成。反身代词有宾格和语格两种形式，也就是四格和三格。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反身代词和人称代词的四格和三格非常类似。了解了这一点，对我们记忆它们很有帮助。来看下面的表格。表格最左边的一列是人称代词的一格形式。Ich, du, er, sie, es, wir, ihr, sie, sie。人称代词四格分别是 mich, dich, ihn, sie, es, uns, euch, sie, sie。反身代词的四格 mich, dich, sich, uns, euch, sich。人称代词三格 mir, dir, ihm, ihr, ihm, uns, euch, ihnen, ihnen。反身代词三格 mir, dir, sich, uns, euch, sich。仔细观察上面的表格，就可以看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无论是单数还是复数，它们的反身代词和人称代词在四格和三格的时候完全一致。而第三人称、单数、复数的反身代词，无论是四格还是三格，都只有一个，就是 sich。很简单吧？这就是为什么在字典中你看到动词前面加 sich， 用来代表反身动词。比如 sich freuen, sich erholen, sich erinnern。所谓的反身呢，就是用来表示动作作用于主语本身，反身代词必须始终与主语保持一致。比如 Ich freue mich auf das Wochenende。 mich 和 ich 是一致的，都是第一人称。Sie beeilt sich, den Zug zu erreichen。 反身代词 sich 和主语 sie 都是第三人称单数。反身动词有两种类型，真的和假的反身动词。举例来说 Ich bedanke mich für das Geschenk。 sich bedanken 真的反身动词。 Ich wasche mich。 sich waschen 则是一个假的反身动词。那如何来区分真的和假的反身动词呢？第一点，真的反身动词不能省掉反身代词。比如 Ich bedanke mich für das Geschenk。 如果我把反身代词 mich 去掉，
变成 Ich bedanke für das Geschenk， 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第二点，我们不能够针对反身代词来提问，比如 Wann bedanke ich， 这是错误的。第三点，反身代词不能被替换，比如上面这句话我不能说成 Ich bedanke dich， 把原来的第一人称的反身代词变成了第二人称的反身代词，这是不允许的。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反身的意思就是说动作是作用于主语本身的，反身代词必须要和主语一致。再看一些其他的例子 sich schämen, schämt sich für sein Verhalten. Sich erkundigen, ich erkundige mich nach dem Weg. Sich beschweren, wir beschweren uns über den Lärm. 上面这三个动词都是真正的反身动词。再来看两个假反身动词的例子 Setzen, ich setze mich auf den Stuhl. 我坐到椅子上，这是反身动词，做这个动作是我自己发出的，也作用到我自己身上。Ich setze das Buch auf den Tisch. 我发出的动作把书放在桌子上，这个时候 setzen 又可以做普通动词。Treffen. Ich treffe mich mit meinen Freunden am Wochenende. 我周末和朋友们见面，这里指的是我有意和朋友们在周末见面，相当于是计划的、约好的。Ich treffe meine Freunde im Café， 意思是说我在咖啡厅遇到了我的朋友，不是事先约好的，而是碰巧遇到的。这时的 treffen 就是一个带第四个的普通动词。由此可见，假的反身动词它既可以做反身动词，又可以做普通动词。还记得我们在视频开头时看到的两个句子吗？erinnern 这个动词也是属于同类的，它既可以做反身动词，也可以做普通动词，所以 erinnern 也是一个假的反身动词。今天呢，我们学习了反身动词的构成、意义以及真假反身动词的区别。反身动词是由动词加反身代词构成的，反身代词和人称代词非常接近。反身动词表示动作作用于主语本身，所以反身代词要和主语保持一致。我们还学习了如何区分真假反身动词。真的反身动词不能够省略替换或者是提问反身代词，而假的反身动词呢，也可以在其他的语境中做普通动词来使用。关于反身动词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内容，我会就这个题目陆续推出新的视频，敬请期待。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以检测一下今天的学习效果。